显然呢，佩洛西参访台湾已经搅动了整个西太平洋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格局。新的历史进程或许由此开始。台湾问题的结局如何呢？恐怕已经不再是美国所能主导的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智库分析佩洛西参访对西太平洋各国的影响。我们往往更多关心的是一旦台湾问题恶化对中国和美国的影响如何，也有一些人呢会关心日本的动向。实际上，如果台湾问题演变成战争，那么从东北亚到东南亚所有的国家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美国呢已经用结盟的方式对中国形成了一个半包围，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更远一些的澳大利亚都是美国的军事同盟。在解放军海空力量尚且薄弱，远洋行动能力很小的时候，这个半包围圈呢似乎还很牢固。但是现在呢，中国的个头长大了，力气也增长得很快，美国打造的所谓的第一岛链已经封不住中国了。中国要收复台湾，打碎封锁，前出太平洋，这已经是必然的格局。那么这些构成半包围圈的国家恐怕就要好好的想一想了，该怎么和中国相处，怎么和中国打交道。佩洛西参访台湾呢，把这个问题空前激烈的带到了所有人的面前。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呢，搞了一次内部的研讨，把东亚方向的几位专家都请出来了。这些人的观点自然呢离不开美国中心主义，不过讨论的结果出人意料，除了日本，其他的几个美国的盟友，再加上东南亚国家，没有一个会坚定的支持美国。专家们认为拜登一直声称自己没有权利阻止众议院的议长参访台湾，但这个理由站不住脚。现在呢，中美之间的关系恶化，军事对抗的风险升高，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而这个事实完全是由美国主动挑衅造成的。问题还没完，专家们还认为拜登呢大概很难阻止台湾政策法的通过。到那个时候，中美关系会恶化到什么程度，谁也无法预测。而拜登的任期还有一多半，他在今后的2年里面如何与中国相处，真的是准备刀兵相见吗？至于台湾问题这些分析师们认为，虽然目前台湾经济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台湾的经济对大陆的依存度很高，远远超过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的经济依存度。特别是两岸在集成电路产业上的彼此依存是很深的，而台湾的集成电路的生产还高度的依赖欧洲、美国的基础支持，而台湾的集成电路的生产另外还高度的依赖欧洲和美国的支持。如果大陆被迫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台湾集成电路产业将遭到严重的打击，这对海峡两岸呢都是巨大的损失。在美国的盟友当中日本的反华态度最积极。这一次解放军的第3号演习区域与日本自封的所谓专守经济区呢部分重合，有一部分导弹呢落在了这个区域，日本公然跳出来抗议。岸田文雄在接待佩洛西的时候还指责中国的演习是关乎日本人民安全的严重问题。日本 NHK 电台在8月8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了 80% 的受访者表示中国的行动将影响日本的外部环境。日本还用这个借口准备大幅度的提高国防预算，与美国在涉台行动计划方面开展合作。澳大利亚呢是仅次于日本的一个坚定的反华国家，因为近年来澳大利亚无脑的跟风美国反华，严重的恶化了中美关系，导致了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同时中国在南太平洋开展的外交与安全合作，也让澳大利亚是相当的恐慌。因此呢，澳大利亚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必然是更加偏向于美国。除了这2个国家，其他国家都有脑子，对台湾问题都是避之唯恐不及。韩国的态度很明确，不会得罪强大的邻国。东盟国家也并不都是美国的盟友，在柬埔寨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和东盟地区论坛上，东盟外交部长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其中甚至都没有提到台湾地区的名字。菲律宾呢确实有点尴尬，这个国家最容易被无端的卷入战争。菲律宾呢离台湾地区并不太远，
有近20万菲律宾人在台湾岛上生活和工作。美国呢，现在还逼着菲律宾表态，一旦台海战争爆发，菲律宾要怎么办？显然呢，佩洛西参访台湾已经搅动了整个西太平洋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格局。新的历史进程或许由此开始。台湾问题的结局如何呢？恐怕已经不再是美国所能主导的了。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